为什么地球可能正在经历第6次大灭绝，而你感知不到？你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后台播放，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看抖音的这几分钟里，地球上有多少物种正在永远消失？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我们正在目睹自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，而这一切正在你我不经意间悄然发生。自1970年以来，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68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祖父母那一代人曾经见过100只某种鸟，今天你可能只能看到32只，而这个过程只用了半个世纪。让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，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，共发生过5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。第一次发生在4.43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，约85%的海洋物种消失。第二次是3.7亿年前的泥盆纪末期，海洋生物遭受重创。第三次是2.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，这是地球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灭绝。96%的海洋物种和70%的陆地脊椎动物消失，地球上几乎90%的生命终结。第四次是2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，约80%的物种消失。第五次就是我们都熟悉的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，那颗小行星终结了恐龙时代。每次大灭绝之后，地球都需要数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重新恢复物种多样性，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第6次。但这里有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感知不到？既然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，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却毫无察觉？答案藏在人类大脑的认知机制里，也藏在这个时代的注意力经济里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片森林边缘，这里曾经是鸟鸣如潮的地方，空气中混杂着几十种鸟类的歌声。而今天，当你走进这片森林，你会注意到一种奇异的寂静。这不是因为森林空了，而是因为最常见、最容易被听到的鸟类首先消失了。科学家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：沉默的春天。这个说法来自1962年雷切尔·卡森出版的同名环保启蒙书。当时，人们开始注意到农药 DDT 对鸟类的毒害作用，导致许多鸟类在春天无法正常繁殖和歌唱。而在今天，沉默的春天有了更广泛的意义，它描述的是一场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生态崩塌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洋。珊瑚礁被称作海洋中的热带雨林，它们养育了地球上25%以上的海洋物种。但今天，全球超过50%的珊瑚礁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。当你潜入一片曾经生机勃勃的海域，现在可能只看到白骨森森的珊瑚骨架，像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废墟。在陆地上，情况同样严峻。自1500年以来，已经有至少680种脊椎动物灭绝，其中包括著名的渡渡鸟、毛里求斯、辽斯、皮克斯、金刚鹦鹉，以及无数我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物种。
仅仅在过去50年里，我们就失去了北美旅鸽，最后一只名叫玛莎的旅鸽死于1914年，巴拿马金蛙、西部黑犀牛等众多物种。非洲草原上的猎豹曾经广布于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，今天的种群数量只剩下约7000只，比上世纪初减少了90%。而它们还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：基因多样性极低，几乎所有现存的猎豹都是近亲繁殖的后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一个物种如果想要长期生存，需要足够大的种群和足够丰富的基因多样性。当种群萎缩到一定程度，即使不再有人类猎杀，这个物种也会因为近亲繁殖带来的遗传缺陷而慢慢走向消亡。这是一场没有猎人的猎杀，却比任何猎杀都更加彻底。但更让人担忧的是那些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物种。在昆虫世界里，一场看不见的大屠杀正在上演。德国一项长达27年的研究显示，飞虫数量减少了75%以上。德国的天空曾经在夏夜被无数飞蛾和甲虫点缀，如今却变得空空荡荡。很多人可能觉得昆虫消失了无所谓，但请记住，没有蜜蜂授粉，我们失去的就不只是蜂蜜，而是苹果、杏仁、草莓、西瓜、南瓜等无数食物。没有昆虫分解落叶和动物尸体，土壤会逐渐失去肥力；没有蝴蝶和甲虫传递基因，植物无法繁殖。昆虫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，它们消失的瞬间，就像一座摩天大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开始瓦解。你可能看不到，但整栋建筑已经在摇摇欲坠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感知不到这些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是城市，是水泥森林，是手机屏幕。真正的荒野正在萎缩，而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各种人造信息填满。物种灭绝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是一次爆炸，不是一场地震，它每天都在发生，但每一单个体的消失都太过渺小，渺小到不足以登上新闻头条。这就是第6次大灭绝最残忍的地方。它不是一场灾难，而是一种慢性死亡。它不给人以恐惧的冲击，只给人以渐进的麻木。你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：站在城市的高楼间，你感受不到地球正在自转；你坐在飞机上，你感知不到自己正在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；你泡在温泉里，你感知不到水分子正在疯狂地撞击你的皮肤。我们的感官系统天生就不是为了感知宏观世界而设计的。从进化的角度来说，人类的大脑和小脑协同工作，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在非洲草原上躲避猛兽，寻找食物，繁衍后代。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说，他最需要注意的是3件事：眼前正在移动的东西，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东西，以及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。至于远处正在消失的物种，海洋里正在白化的珊瑚，森林里正在沉默的鸟鸣，这些信息对于一个当天就要找到食物活下去的人来说，毫无生存价值。于是，我们的大脑被编程为对即时威胁高度敏感，而对缓慢累积的灾难视而不见。一只老虎走进村子，我们会立刻警觉。一片森林在50年里慢慢消失，我们却浑然不觉。
这就是认知偏差的生物学根源。现代社会的信息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盲区，我们的注意力成了一种稀缺商品，被各种平台算法争夺和消耗。当你的手机屏幕上充斥着各种娱乐八卦、购物促销、社交动态时，一条某地某种蝴蝶灭绝的消息，就像一粒沙子落入大海，激不起一丝涟漪。更吊诡的是，即使我们偶尔听到类似的消息，大脑也会启动心理防御机制。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正常化偏差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一个威胁或变化缓慢发生的时候，人们倾向于将其视为正常，然后逐渐忽视它。想想气候变化吧，30年前，当科学家第一次严肃警告全球变暖的时候，人们觉得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。但今天，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已经上升了超过1度，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，北极冰盖在融化，海平面在上升。然而，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这个话题产生了信息疲劳，他们听够了，听腻了，选择性的屏蔽了。物种灭绝同样如此，它不是一个今天发生，明天就结束的突发事件，它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，正在持续数十年，还会继续持续数十年的过程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种时间尺度的灾难几乎等于不存在。还有一个原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隐蔽，物种灭绝的速度和分布是不均匀的。那些消失最快、最明显的物种，往往生活在远离人类文明的地方，热带雨林深处、偏远海岛之上、深海大洋之中。我们在城市里看不到这一切，就像坐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，却因为舱壁遮挡而看不到正在涌入的水。这就像你在家里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，但你以为是邻居在做菜，直到火焰从门缝里窜进来。地球的历史就像一本被撕掉了大部分章节的书，在46亿年的篇幅里，生命这本书经历了无数次改写、重写，甚至几乎被从历史上抹去。而那5次大灭绝，就是最惨烈的几次格式化事件。让我们回到2.52亿年前，那场被称为大死亡的2叠纪负3叠纪灭绝事件。那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灭绝，超过96%的海洋物种和70%的陆地脊椎动物永远消失。在海洋中，三叶虫这种在地球上存活了超过2.7亿年的古老生物，从此不复存在。在陆地上，无数种类的爬行动物、巨型昆虫、两栖动物，一夜之间化为化石。科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场灾难的原因。最主流的理论认为，西伯利亚的一场超级火山喷发持续了数十万年，向大气中释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。这些温室气体引发了全球变暖，导致海洋酸化，破坏了整个食物链的基础。但大死亡不是一蹴而就的。研究表明，在主要灭绝事件发生之前，已经有数十万年的前奏期，物种多样性在缓慢下降，压力在逐步累积。就像一个长期患病的人，身体机能一点点衰退，直到最后某一次感染或应激反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大灭绝则给我们上了另一课。
那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撞击地球，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留下了一个180公里直径的陨石坑。撞击引发的海啸、火山灰遮蔽太阳，全球温度骤降。恐龙统治地球1.6亿年后，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走向终结。但科学家有一个有趣的发现，并非所有生物都灭绝了。鸟类恐龙幸存了下来，后来进化成了今天的鸟类。哺乳动物也幸存了下来，包括我们的祖先，一种像老鼠一样大小的原始哺乳动物。这说明什么？在大灭绝面前，体型大不等于更强，数量多也不等于更稳定。那些体型较小、需要资源较少、分布范围较广的物种，往往比那些体型庞大、需要特定环境、种群集中的物种更有生存优势。而这恰恰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我们正在灭绝的，恰恰是那些最脆弱的物种。大熊猫需要特定的竹林环境，孟加拉虎需要足够大的栖息地，蓝鲸需要特定的海洋生态链。人类的活动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把这些已经处于边缘的物种一点一点推向深渊。第5次大灭绝还有一个教训，在地球生命史上，灭绝和辐射新的物种分支产生往往是交替进行的。每次大灭绝之后，都会有一段时间的空白期，然后新的物种开始快速进化，填补生态位。但问题是，现在地球上的物种正在以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灭绝都快的速度消失，而物种的产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。一个新物种的形成通常需要数万到数百万年，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消灭的可能不是几千种或几万种生物，而是整个地球生命演化了数亿年才积累下来的多样性。你玩过多米诺骨牌吗？当第1张牌倒下，它会撞到第2张，然后第3张、第4张，一直到最后一张。在生态系统中，物种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只是这个过程要缓慢得多，却也因此更加隐蔽、更加危险。让我们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。植物，绿色植物是地球上几乎所有食物链的基础。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，喂养了自己，然后被食草动物吃掉，食草动物再被食肉动物吃掉，一层一层构成了整个生态金字塔。当森林消失，首先受影响的是依赖森林生存的昆虫、甲虫、蛾子、蝴蝶、蚂蚁，这些微小的生命支撑着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运转。当它们消失，吃虫子的鸟类就失去了食物来源。当鸟类消失，依赖鸟类传播种子的植物就无法繁殖。当植物无法繁殖，土壤就会失去保护，水源就会开始枯竭。这还只是一个局部的例子。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全球，整个地球的生态网络都在这张巨大的多米诺骨牌上。珊瑚礁的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珊瑚礁只占海洋面积的 0.1%， 但它们养育了 25% 以上的海洋物种。无数种鱼、虾、蟹、海藻都依赖珊瑚礁提供的栖息地和食物。当珊瑚白化死亡，整个食物网就开始崩溃。首先是那些直接依赖活珊瑚生存的物种，蝴蝶鱼、石斑鱼、
小丑鱼，然后是捕食这些鱼类的更大掠食者，接着是那些以小鱼为食的巨型海洋生物。最后，当食物链的中间环节断裂，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就被打破。这还没有结束，珊瑚礁还保护着沿海地区免受风暴和海浪的侵蚀。当珊瑚礁退化，沿海的村庄和城市就失去了这道天然屏障。印度洋海啸造成的那场灾难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开发导致的珊瑚礁退化。原本可以削弱海浪的海洋减速带已经不复存在。陆地上同样如此，亚马逊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，每年吸收数十亿吨二氧化碳，释放大量氧气。但今天，超过17%的亚马逊雨林已经消失。如果这个趋势持续，当森林覆盖率降低到某个临界点，整个地区的降水模式都会改变，雨林可能变成稀树草原，或者干脆变成荒漠。当亚马逊变成荒漠，会发生什么？首先，储存在雨林中的巨量碳会被释放到大气中。其次，整个南美洲的气候模式都会改变。巴西、阿根廷等农业大国的产量会受到严重影响。然后，整个地球的大气循环系统都会受到影响，全球变暖会更加剧烈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科学家已经在研究中发现，当雨林面积减少超过20%到25%，整个系统就可能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退化循环。届时，就算我们停止砍伐，自然也无法恢复，就像一块已经烧焦的草原，再也不会长出新的草。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的本质，每一张牌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每一张牌的倒下都会让下一张牌变得更加不稳定。而我们正在这场游戏中把越来越多的牌推倒。谁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？答案我们都知道，只是我们经常不愿意说出来。人类活动是第6次大灭绝最主要的驱动力。栖息地破坏、过度捕猎、污染、外来物种入侵、气候变化这5大因素，每一个都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。根据一项2015年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研究，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。让我们具体看看数字：全球约有77亿人口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消耗资源、产生废物、改变环境。一个人1年产生的碳排放可以忽略不计，但77亿人加起来就足以改变大气成分。一个工厂、一座城市可能只是局部污染，但全球数以万计的工厂、数以千计的城市，共同把海洋变成了酸池，把大气变成了温室。这听起来像是对人类的控诉，没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确实如此。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在我们把物种推向灭绝深渊的同时，人类也在花巨资试图拯救它们。大熊猫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保护物种之一，咱们为保护大熊猫投入了数十亿美元。2016年，大熊猫从濒危降级为易危，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物种因为保护努力而脱离濒危状态。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。伊比利亚猞猁曾经只剩下不到100只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猫科动物，但通过人工繁殖和栖息地保护，今天它们的数量已经恢复到700只左右。
座头鲸曾经濒临灭绝。20世纪60年代禁止商业捕鲸后，种群数量稳步恢复。黄石公园灰狼的重新引入，让整个生态系统发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类既是问题的制造者，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。当我们的行为导致了危机，我们的智慧和行动也可以逆转危机。问题在于，我们是否愿意付出代价，是否愿意做出改变，是否愿意把一部分注意力从永无止境的消费和竞争中抽离出来，转向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直接利益的事情。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。对于一个每天要为房租、贷款、孩子的学费奔波的普通人来说，让他关心亚马逊雨林里消失的鸟类，似乎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求。这没有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压力，有自己的柴米油盐，但这就是第6次大灭绝给我们的最深启示。在一个越来越小、越来越紧密相连的星球上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当我们破坏了生态系统，我们自己也在这个系统中。当物种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也在被压缩。当气候变化越来越剧烈，我们自己的家园也在面临风险。换句话说，保护其他物种，最终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这不是道德说教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。虽然形势严峻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。改变正在发生，只是速度还不够快。在过去50年里，全球环保意识和行动有了显著提升。1972年，第一个关于物种保护的公约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签署。1992年，联合国通过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。2000年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启动。2015年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重要议程。在科学界，基因组学、人工智能、卫星监测等新技术的应用，让物种监测和保护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和效率。科学家甚至在研究如何利用克隆技术和基因编辑来拯救濒危物种。2018年，一个国际科研团队成功克隆了一只已经灭绝的濒危黑马羚。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，但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可能已经感受到一种复杂的情绪。一方面，这个世界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崩塌；另一方面，改变正在发生，希望仍然存在。这两种情绪并不矛盾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我们才有动力去行动。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微光，我们才有勇气继续前行。现在，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把地球的46亿年历史压缩成一天24小时，那么人类出现的时间只相当于最后1分钟的最后1秒。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，生命经历了无数次尝试、失败、进化、灭绝，才走到了今天。而我们人类只是这部长篇连续剧中最新出现的一个角色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足轻重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我们是这颗星球上最年轻、最强大，也最有可能改变整个系统运行的物种，我们肩上的责任才更加重大。想一想那些已经消失的物种，
渡渡鸟不会想到，有一天会有一种叫人类的物种，把他们的家园变成农田。猛犸象不会想到，有一天冰川会融化，不是因为寒冷，而是因为炎热。无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物种，它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。但我们不同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某个瞬间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，不是那种虚无主义的悲观，而是一种更加通透的感觉，意识到自己的渺小，意识到时间的短暂，意识到生命的珍贵，然后在这种渺小感中找到一种奇异的平静。这种感觉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浩渺意识，一种对宇宙广袤和自身渺小的觉知。很多研究表明，这种意识体验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、更强的心理韧性相关联。因为当你意识到自己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，你就不会再为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焦虑，你不会再为一次考试的失利而沮丧，不会再为一次人际冲突而耿耿于怀，不会再为一次错过的机会而懊恼不已。而当你意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和你一样，是宇宙中这粒尘埃上的微小生命，它们的消亡和我们的消亡一样，都意味着一次永恒的失去，然后你就会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更加温柔的关怀。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，也不是地球的征服者，我们只是这片森林、这片海洋、这片草原上的一个短暂停留的物种。在我们之前，有无数的物种曾经繁衍生息，在我们之后，也许还会有新的物种继续书写生命的故事。而我们存在的这段时间，恰好是地球生命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这个转折点的走向由我们决定。那么，让我用最后几句话作为今天旅程的终点。地球正在经历第6次大灭绝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也是一个警示，但它不应该是绝望的理由，而应该是行动的开始。我们感知不到正在发生的灭绝，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和注意力系统被设计成关注即时威胁，但这种认知局限完全可以被知识和意识所弥补。当你了解了真相，你就拥有了一种新的感知能力，一种超越个人经验、看到更广阔图景的能力。每一次大灭绝之后，地球都会重新恢复繁荣。生命的故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。现在，我们正处于这条曲线的又一个低谷。但正如历史上的每一次低谷之后都会有复苏一样，只要我们愿意行动，改变就一定会在某处发生。现在，让我们把那些宏大的议题暂时放下，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：今晚，此刻，有一个人，也许是你躺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某个角落，呼吸着空气，感受着心跳。这个人，在这个宇宙中，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史上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。这个存在是脆弱的，也是珍贵的。每一个其他物种的成员也同样脆弱，同样珍贵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保护其他物种这件事就不再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选择。晚安。